我出生在仙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神仙，每日在仙界最富有的矿场挖矿，却穷的连饭都吃不饱。仙长是土著仙吧？哈哈哈，区区不才，生于昆仑仙山。羡慕啊！出生即成仙，而我们这种下界修士，苦修数万年，才有小小几率得道成仙。老丈，下界也挖矿吗？下界不挖矿。哦，不挖矿怎么修仙？下界没有仙人，凡人修仙终其一生所需的灵气，都不如在仙界挖一天矿。所以仙人在下界就是无敌的存在吗？打个喷嚏都能弄死几个大成修士，能不无敌吗？老丈，我劝你不要过于夸张。骗你我是狗，美女要不要？要。下界美女多如牛毛，像您这种段位就该娶10000个啊！我决定了。决定什么？下界为所欲为。只有仙帝才能破碎虚空，前往下界。难道你有跨界石？没有。没有你嚷嚷啥？80！太痛了！我去，跨界石，这小子也太幸运了！老子不干了！还敢偷懒？你俩不想活了吧？麻溜干活！时间到，全体排队接受检查，准备出矿区。糟糕，跨界石不会被发现吧？小子，你给我站住！臭小子，竟敢私藏矿石，拖下去，关入地牢！吓死了！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试试这跨界功能。将神识运转到双眼，跨界！成功了！哈哈哈，老子真的跨界了！就这还不如我头发上的静电劲儿大呢！小小天劫，给我散！何方妖孽，竟敢打扰本座清修！小妖在此渡劫，无意打扰仙长清修，多谢仙长帮忙驱散雷劫，否则小妖断难活命。好一位灵秀的少女，不知仙长希望小妖如何报答你？本座念你修行不易，特赐你一段天大仙缘，可愿做本座的坐骑？怎么，你不愿意？小妖不敢，却不知仙长修为几何。敢求是怕我修为不够，不配收他当坐骑。你这小妖，本座堂堂大成期，难道不配收你区区一渡劫期小妖为坐骑？哼，原来是大成期的修士，还以为是地仙呢。小妖哪敢嫌弃仙长？我本是渡恶门山脚小青蛇，因误食灵果开了灵智，不曾想渡恶门的木头硬说我偷了玲珑果，要把我捉回渡恶门，怕牵连了仙长。你是怕那渡恶门的木头把我也捉了？正是，仙长助我渡劫，已是天大恩德，小妖岂敢再有其他奢求？善念长存，成了本座坐骑，我看谁敢动你！妖孽，哪里逃！又是你这木头，怎么阴魂不散啊！妖女，劝你立即伏法，随我回门接受惩处。你这木头好不讲理！我早就说过，那玲珑果是上天赐予我的机缘。冥顽不灵，大胆，当本座不存在吗？
善念长存，此女乃青蛇所化精怪，偷吃了本门玲珑果，还望阁下勿要多事。这木头戴着的项链应是天坛黑木，这可是炼制仙器最稀缺的材料之一。哼，此妖已被我收为坐骑，跟你回渡恶门，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吧，他吃你们一颗玲珑果，我100倍还你，大家交个朋友。善念长存，玲珑果乃……这蕴含灵气之精纯，世间罕见呐！一粒仙晶而已，足够抵你那玲珑果1000倍万倍。拿去吧。仙晶，我凭什么信？我破境了，刚吸收一点点精纯灵气，便帮我打破了境界壁垒。善念长存，此仙晶价值无可估量，若不是为救祖师性命，再断不敢取。谢过阁下。无妨，你若实在过意不去，能否忍痛割爱，将你那串项链送我吧？天坛黑木一共36颗，放在仙界卖，起码值上千粒羽仙晶。简直赚麻了！仙长2次救我，小妖无以报答，今后愿成为仙长坐骑，追随左右。当真？当真，予取予夺，全凭仙长意愿。来，跟本座进山洞，帮你好好提升一下境界。仙长何许人也？本座是挖矿的。别闹，挖矿的能挥手间驱散雷劫，能短短7日让我增加100年修行，我才不信。本座乃是仙界矿工，虽然只是底层，却是正统仙级，岂是你这下界小妖所能揣度的？仙长说什么小妖就信什么，而且您这一身惊世骇俗的本事，比那些宗门的太长老还要厉害许多。你确定没骗本座？小妖句句属实哦。一旦我在下界扎稳根基，培养出大批量飞升者，以后回仙界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好，那就陪我去开宗立派吧。但据青儿所知，灵脉是宗门必备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恐怕很难收到门徒子弟。无妨，买一座便是。仙长，灵山灵脉是各宗根基，然而这些皆被3宗18派所占据，对方未必肯卖。钱不是问题。你先去商谈，我去别处转转。是，青儿立即去办。糟了，跨界石怎么在吸取我的力量？开工了，还愣着干啥？再偷懒，这个月的仙晶你甭想领到。挖，小的这就挖。我在下界待了7天，仙界却只过了7个时辰，看来这跨界石的作用是有时效限制的，并与我自身的境界有关。若想待得更久，就得尽快突破到真仙境界。终于下班了。每一次回来时，跨界石会自我封印12个时辰，想要再去下界得等第2天。先把这天坛黑木卖了换取仙晶，再去购买一些下界需要到的上好物资。掌柜的，你这儿收天坛黑木吗？哼，天坛黑木乃是稀缺之物，公子有多少我们收多少，来者不拒。18代祖传天坛黑木珠子，掌柜您给开个价。12500仙晶，多的500算错溢价。谢谢掌柜的了，以后有好东西我还找你卖。一串珠子抵得上我挖矿10几年积蓄的2倍。嘿嘿嘿，跨界石啊跨界石，谢谢你祖宗18代，是你改变了我的命运。给我站住！王主事，有什么事儿找小的吗？王主事，为什么要抓小的啊？我就是出来溜达溜达。少废话！咱们矿区采的紫晶足足少了1000斤，高层震怒，命令我将所有嫌疑人员抓到矿区集合，全部排成一排，挨个检查储物袋。快点，站好！不妙，
我身上的这些仙精一旦遭查，可就说不清楚了。但现在还不能走，王家势大，万一触怒了他们，后续会更麻烦。不是我，不是我！过来！拿出来！主事，小的一向老实，您是知道的。把储物袋拿出来！小的储物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不会真是程峰干的吧？不应该啊，他性格温顺，干活也卖力，不像个为非作歹之人。人不可貌相，他又没把小偷二字写脸上，你看得出来才怪了。王主事，紫荆定是这小子偷去了，快用重刑审他，不怕他不招。既然不敢开储物袋来检查，偷盗之事十有八九是你所为。来人，给我押回去严刑拷打。无路可走，只有拼了。放肆贼子！张三丰，你好大的胆子！我就说这小滑头怎么有本事弄走1000斤紫荆？原来这背后是你在作怪！哼，别废话，把他放了。你有几个脑袋，敢在我王家地盘上撒野？就你这大脑袋，紫荆丢光都不过分。储藏室物有阵法守护，他一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要是有本事破开阵法而不惊扰别人，他还用得着在这里当牛做马？那你说，紫荆是谁偷的？难道还能被吃了不成？可曾听闻是灵兽？是冥兽，那小玩意儿可无视镇府禁制，偷吃紫荆，防不胜防。知道了还不赶紧去抓？再晚点紫荆就被他消耗光了。哼！原来真是他偷吃了紫荆，程峰是被冤枉的。多亏了张大哥，否则程峰就惨了。我说什么来着？人家程峰品行善良，绝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行了，此事误会一场，不怪任何人，大家都散了吧。我说可以走了吗？张大哥，事情已经清楚，我也没受损失，要不算了吧。把我二人的做工契约还来，我们不干了。呵呵，张老弟，一件小事而已，我王家绝不会那么小肚鸡肠报复你二人。你等且安心，继续上工便是。拿来。今后有什么打算？小子，你若实在无处可去，我介绍你去一洞府修行吧。太好了，长这么大，张大哥你是第一个引荐我拜入洞府的。别高兴太早，介绍归介绍，对方收不收你是另一回事。灵华山潜月洞距此8000余里，乃是我一位故人的修行灵洞，你自行去吧。此番多谢张大哥相助，程峰日后必当厚报，我干了，你随意。善念长存。几位长老，我与你渡恶门恩怨已解，不知几位找我有何贵干？大胆妖女，休要在此胡言乱语！
我家公子以仙金抵那劳什子玲珑果，价值超过1000倍有余，你们何敢再与我为难？放肆妖女，你以妖法迷惑智障师徒，用一颗普通石头欺骗了他。果然，老衲猜的没错，仙晶还在你身上。幸亏老衲法眼如炬，识破了你这诡计。智障木头在哪里？喊他出来对峙！别喊了，我等乃渡恶正宗，与你这妖孽势不两立，将尔诛灭，也是我等正道修士义不容辞之举。我要死了吗？哼，几个大木头欺负一个弱女子，看来你们修行都修到狗肚子里去了。呸！哪里来的野狗？还是只肥头大耳的野狗！哼！好强的音波！你是何人？竟敢在此坏我渡恶门好事！俺是仙界矿工，编号10095527。此妖是本座坐骑。念儿等修行不易，还是速速离开吧。莫要拿仙界名头唬人！你猪鼻子里插葱，装像呢！你猪鼻子里插葱，装像呢！此妖抢了我们渡恶门仙经，今日必要捉回宗门惩处！三座三灵体，镇妖法流，攻断而流。吃饱喝足。青儿，你有零食吗？青儿一直在深山修行，身上自然没有零食。小二，我忘了带钱，这株仙草送你当做饭钱吧。你这臭乞丐活腻了啊！我在仙界唯唯诺诺，那是形势所迫。到了下界，没理由还让人看扁。会不会好好说话？臭小子，你也不打听打听，这酒楼是咱太昊仙门所开，你竟敢在这儿闹事！此次下山历练，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好东西。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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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位公子，你的仙草可否卖我？你出多少？小乞丐，这草是你捡来的吧？我师妹心地善良，把你这顿饭钱付，你那棵草归我们，还不跪谢？师兄，他都成乞丐了，你怎么忍心欺负一个乞丐？此乃你我的机缘，该当得此灵草。左一个乞丐，右一个乞丐。这一掌就把师兄拍飞，起码元婴期的修为。快躲起来！抱歉前辈，是我师兄莽撞了。1000中品灵石，不知前辈是否肯卖？前辈，灵草还没给我呢。我渡恶门做事一向如此。好啊，渡恶门，我记下了。你们听说了吗？前面那座赤骨峰山脚下出现了一个魔人，几大宗门正在联手追捕他。可不是嘛！听说各大宗门在那儿折了不少弟子，魔人正往深山里逃。嚯，那直骨峰常年毒雾弥漫，想必也是自寻死路。有意思，过去看看。
短短半月不见，没想到你入了魔。前辈，晚辈跪求您做主，还晚辈一个公道。起来说话。善念长存，那位阁下真是心善之人。此粒仙晶蕴含着无上灵力，定能救祖师。站住！你手里攥着的是何物？诸位师叔，你们这是？废话少说，让我们看看。好吧。师侄，你过来。你们快把仙晶交出来！你们就不怕师祖怪罪下来吗？你死于上古妖兽口中，跟我们在我们三人围攻中还能撑到现在，果然是借助仙晶突破到合体境了。快把仙晶交出来！一个师叔我还能对付，3个一起围攻我，若再打下去肯定玩完。二师叔，小侄认为仙晶只有你配拥有。师兄，这仙晶甚是好看，可否给师弟过过眼？对，师兄也给师弟过过眼。你们谁再敢上前，师兄可不客气了。可没想到回到宗门后，师叔们一同搬弄是非，说我与魔修勾结，师父竟听信他们的谗言，将我清理门户。可明明是他们抢夺我的仙晶，我不甘心啊！天杀的这群坏蛋！还请前辈与青儿姑娘帮晚辈讨回公道。本不想沾染下界因果，但这小木头也太惨了。哎，罢了，仙界我唯唯诺诺，下界我必重拳出击。本座允了，你不必担心，本座会与你同去，做你靠山。我再赐你仙器一柄，显来！一剑开天门！孟虚、孟静、孟古，请诸位速来赴死！哼，孽障，为师不去找你，你倒好，来送死了。小木头，你师傅不是人啊，是只披着羊皮的狼。这什么意思？看好了，现。哪里来的乞丐，竟敢在我渡恶门撒野？俺是仙界矿工，小小矿工装什么装？虽然是个矿工，但我好歹也是仙界户口。仙长不是想要寻一座仙山吗？这里就有现成的哦。今日就拿这群道德败坏之人的宗门作为道场，还有谁不服？从现在开始，此地更名为真仙宗。李怀真，我命你为初代宗主，3天后举行开宗仪式。没成想引狼入室，真是后悔莫及呀！前辈，小人何德何能，不敢担此大任。此宗主非你莫属，我意已定。倒反天罡啊！师侄你自幼在宗门长大，怎可助纣为虐？我再说一遍，我名叫李怀真，我只听令于乘风公子。念及旧情，你们不愿归顺的速速离开吧，赶紧滚了。前辈，依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去耀月宗告状。哼，耀月宗是吗？我带你去找他们祖师谈谈。我不能一直待在下界，那就来个杀鸡儆猴吧，帮真仙宗立住根脚，让李怀真和青儿这俩牛马安心管理。前辈，这底下就是耀月宗禁地。
胆敢闯耀月宗禁地！哇！不对劲，十分不对劲！此人修为，老夫竟无法看透。不知道有驾临，有失远迎。好说好说，本座于渡恶门旧址上新建真仙宗一座，听说你耀月宗有意见，特来商讨此事。老朽常年在此闭关，并不知此事，万望道兄赏几分薄面，老朽定将此事处理妥当。好，这位便是我门下大弟子，也是真仙宗宗主。哎呀，果然一表人才，道兄的爱徒，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以后大家互相照顾着点儿，和气生财。是，初次见面，老朽略有薄礼。这是老朽多年前从南荒禁区偶得，一直未能参悟，还望道兄不要嫌弃。玉桶里设有强大的禁制，难怪这老头参悟不了。算你识趣，记得管好自己门人，否则我一个失手将他们打坏了，那就不要怪我了。此人定是得道成仙之辈，我得赶紧去处理那帮不孝徒孙，给他一个交代。几位高僧，事情本宗已然知晓，你们且回。元宗主，只要您能助我等夺回山门，我们将归附于耀月宗。本宗今日便钦点高手，明日即可出发讨伐逆贼。谁敢在我耀月宗造次？孽畜，你自尽吧。老祖，青山一直兢兢业业，为宗门鞠躬尽瘁，老祖何出此言呢？青山一直兢兢业业，为宗门鞠躬尽瘁，老祖何出此言呢？哼！今日起，见到真仙宗的人，退避三室，绕道走。哼！师父，您的脸不小心磕到的。言归正传，雪儿，为师给你物色一门亲事，不知你意下如何？师父，弟子年纪尚浅，修行时日也短，恐怕……对了，不知对方哪家道友，人品相貌如何？对方乃是开派祖师，性格高雅洒脱，自是人中龙凤。开派祖师，那他岂不是有几千岁，如老祖那般？没上没下，不许胡说！听你老祖讲，对方身材修长，面目英俊。红雪，愿意。唉，这场机缘能不能留得住，全看你造化。明日你便知道了。是，师父。今日我乘风在此创立真仙宗，凡入宗者，皆可领天级上品功法。扫地的也可以领一本吗？门口的旺财都可以。我是雷神托尔，为了北方神的荣耀。你礼貌吗？
我妖月宗镇派功法也才堪天级下品，还是个残篇。羡慕了，若非肩负宗主之位，老朽此刻都想拜入真仙宗了。乘风仙长威名远扬，公若不嫌弃，我愿拜您为义父，自此鞍前马后，绝无二心。唉，在人间逍遥自在，可一旦回到仙界，还是最底层。青儿，你这么迫不及待了吗？这种事情不应该先挑个黄道吉日吗？你是谁？你就是真仙宗开派祖师？找我什么事儿？师父把我许配于你，身为耀月宗子弟，只能谨遵师命。至于做妻还是为妾，由你定决。还妻呀妾的，本座要的可是自由恋爱，双向奔赴。那最好，本姑娘还不想嫁呢。不过嘛，本座倒是缺个端茶倒水的。我可是堂堂耀月宗弟子，怎可做端茶倒水之事？你也不想耀月宗变成渡恶门那样吧？真仙宗是吧？什么人竟敢来我真仙宗闹事？我飞仙派与渡恶门向来交好，敢动渡恶门，那就休怪我飞仙派心狠手辣。公子是飞仙派的人，来帮渡恶门出头的。我这就去斩了这些杂碎！力度差的，匹夫撼树，自不量力。我飞仙老祖宣布真仙宗覆灭。是吗？装腔作势之辈，老夫不介意再多踩死一只蚂蚁。很好，能接下我3重功力。这厮莫非修炼的是防御功法？到我了。谁敢与我真仙宗为敌，这就是下场。从现在开始，飞仙派地盘归真仙宗，这不可能！李怀真、青儿，宗门的事情，你们全权处理即可。本座要闭关一些时日，谁也不见。遵命。唉，跨界石石使用时间已到，又要被传回仙界当战五炸啦！公子也是去乾月洞拜师的吧？嗨，一看他就是去碰碰运气，我就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我爹曾无意间救过乾月洞3长老，凭这层关系，把我送进去问题不大。至于以后晋升核心，自然还要再打点。哼，后台？谁还没个后台？我3峰兄弟可是洞主的师傅，按辈分，洞主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叔呢。哈哈，适才相系儿，我早就看出兄姐你气质不凡，定是贵人。话说回来，这位小妹，看打扮不太像一般的宗门修士啊。想必你2人已经看穿了我魔道修士的身份，
看在你俩后台够硬的面子上，谁能帮我混入钱月洞，谁就可以活命。我已在你二人体内留下制约手段，若耍花样，后果自负。明白，明白。终于进来了。小子，哦，看那边。啊？要是你失去了价值，下场你应该知道。仙界叫乘风的人，没有10万也有8万，同名同姓罢了。一看这小子就是蒙您的，且看小弟的表现。吴叔叔，是我，李修缘啊！是修缘小子啊，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吴叔叔，这位便是我发小同乡，名为钟离，还望吴叔叔通融。吴叔叔，小离有礼了。此女资质不错，若收入门中，也算一桩好事。丫头，你与李贤志一同随我上山吧。不好，我要想活命，就得体现出价值。见过长老。小子，紫菱小姐正欲捉你，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紫菱是谁？为何要为难我？你就是乘风。来者不善，先走为上。乘风，喊你呢，怎么不答话？就你，也想入我钱月洞？不让进，我不进就是。麻烦姑娘放了我。放你？没那么容易。紫菱，住手！不得对我小师兄无礼。娘，你怎么来了？我若不来，你是不是要以下犯上？他不配，不得胡言。哼！南宫秀见过小师叔，让小师叔受惊了。不敢不敢，既然误会已解，在下先告辞。情况不明，先跑最稳。他竟然真是洞主小师叔，完了，刚才不该招惹他。对了，南宫洞主，我有事要举报。举报何事？有个叫李修缘的小子托关系走后门，疑似给某位长老送礼，得到内定入门资格。这小子怎么当众接这个？老夫平白被牵连。他这一举报，我混进去的事不会受影响吧？待会就施展拘魂符拘了你小子，无耻小人！等我找到机会，一定让你好看。三长老，此事你去查清楚，若有人坏我钱月洞名声，严惩不贷。是。小师叔，请随我来。这就是灵洞吗？准确的说，是顶级1品灵洞。小师叔感觉如何？感觉我以前的人生像是白活了。这地方若能留下修炼，确实了不得。随我来。这里有强大禁制守护，除了我之外，没人能硬闯。你以后便住在这里。有禁制，有灵气，没人打扰，终于有个安身之地了。南宫洞主，此屋曾是前任洞主住所，我住下会不会不合适？你算我的长辈客人，没有什么不合适。不过今日我收你为徒，以后再见面就得叫我师傅。
师傅在上，请收徒弟一拜。小师叔使不得啊！这块玉牌是出入钥匙，千万别弄丢。屋中有基础修炼法门纳灵诀，你可自行修行。程峰，你给我滚出来！麻烦又来了。又不是我非要留下，是你娘不肯放我走。哼，看到他就烦。他凭什么被那个人介绍来？又凭什么让我娘护着？师妹，此人对你无礼，直接动手反倒便宜了他。师兄的意思是，留下来慢慢羞辱才更有意思。你们不过占了出身和资源的便宜，若我生在世家，未必比你们差。我生于猎户之家，3岁入炼器，4岁入宗门，8岁渡劫，10岁大成，18岁飞升，如今已是真仙。你说我靠出身？听见了吗？我慕容师兄有仙王之姿，而你只是泥中之草。你们到底要怎样？这是怎么回事？不好，是空间裂缝，域外天魔会通过裂缝进入这方界域。恐怖如斯！怕个甚！我云龙界修真者数百万，一起合力将其斩杀便是。当年太祖乃当时战力绝顶的半步仙人，个照面就被打翻，100万乌合之众塞牙缝都不够。不过大家不必惊慌，有乘风仙长坐镇，大家当可高枕无忧。速速去请乘风仙长。天魔造孽，请乘风仙长出关主持大局。请乘风仙长出关主持大局。乘风仙长，你什么时候出关啊？乘风仙长，这些总挡不住了您出关吧？乘风老贼，域外天魔打过来了，莫不是？乘风狗贼！狗屁仙长，碰上事儿就没了影。他就是苟且偷生之徒，贪生怕死之辈。搁着玩呢，还打不打？大哥，您再给我一炷香时间。乘风仙长怎么还不出关？倘若今天能诛杀此魔，往后耀月宗麻烦诸位照拂一二。畜生，老夫叫袁啸天，你给我记好了。
我助你一臂之力。哼，小小蝼蚁，自不量力。糟糕，快躲开！灵魂反射！天要亡我云龙界域吗？任何人想要在这钱月洞待着，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你要不想活活饿死，就必须得找个工作。但现在工位紧缺，我就大发慈心，帮你分配个挑粪的工作吧。行，我干。师妹，我们走吧。莫要跟挑粪工说话，否则臭气上身啊。师兄说的对。本以为靠熟人介绍能进仙门混个温饱，没曾想是来做个挑粪工。挖半辈子矿，又过来挑粪，倒反天罡啊！没人教，自己摸索确实慢。不过仙界1个时辰，等于下界24小时。要是一直跨界修炼的话，我的修炼速度就比仙界修士快了整整24倍。对我来说，这跨界时才是真正的底牌。要是在仙界也有这种实力，我还用得着受那份气？仙界我先忍，先苟，先记账。可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份底气带回去。到那时候，谁还敢让我低头？仙长救命啊！有域外天魔来袭，咱们宗门要灭宗了！什么？孽畜，本尊在此，还不乖乖伏法？是乘风仙长，我们有救了！蝼蚁，你身上怎么有股奇特的味道？不过老子喜欢。臭小子，你不是人！对，老子是仙！愚蠢的蝼蚁，你们将付出代价！聒噪！饶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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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你谁啊？我是域外天魔。哈哈哈哈哈哈！很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守真仙宗的大门。遵命，主人。乘风仙长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乘风仙长威震四海。仙人之力，果然恐怖如斯。沁人心脾，甜香四溢。天哪！我居然活过来了！我也是。什么？我寿元多了1000年？乘风仙长真乃当世神医，悬壶济世。仙长，你手上的是何丹？灵气竟如此浓郁。此丹集日月精华，纳天地灵气，历经9981道天劫炼制而成。主人，这难道就是传说中闻上一闻便能化神化形，舔上一舔即可突破劫境界的九霄渡劫丹吗？没错，但凡真仙宗弟子，人人都有份儿。仙界丹炉里熬剩的残渣废料，随便搓成丸子，竟有此等功效。仙长道法高深，耀月宗愿尊你为太上长老，立长生牌位，世代焚香供奉，还望仙长慈悲应允。这耀月宗当真厚颜无耻，借供奉之名行攀附之事，当真是亵渎了仙长清誉。太昊仙门愿为仙长立长生牌位，建庙塑像，岁岁祭祀，代代相传，恳请先生成全。脚踏凡尘，执掌乾坤，这就是仙界挑粪工的实力。乘风仙长大事不妙，有一对宗门弟子在株洲北边被人掳走了，还望仙长速援。倒反天高，敢动我罩着的人，此仇不报，我以后还怎么在下界混？圣子殿下，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坏了规矩，引起祸事？谁让他们撞见了此事？正好我炼丹炉里还缺少几味材料。我们是真仙宗弟子，放了我们！小小真仙宗，我信手捏制。我听闻真仙宗的老祖法力无边，我担心。师妹不必忧心，煮粥弹丸之地，能有几人翻得起风浪？想来不过是些信口开河的狂徒罢了。殿下，此次前来，咱们的首要目标是……住口！别忘了，我才是主事之人，一切听令行事，休得多言。是，殿下。给你们3息时间把真仙宗弟子放了。哼，哪来的乞丐在这夜烟狂吠？放肆！这可是我们真仙宗老祖，就这还称老祖？我看不过是个老乞丐罢了。哈哈哈哈哈哈！眼前正是圣子殿下，你们还不立即匍匐在地，行跪拜大礼？滚回圣殿，告诉你们管事的，
明日备好厚礼来真仙宗赎人，否则就把圣子嘎了喂狗。在芷州这弹丸之地，竟有宗门胆敢绑架圣殿圣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圣主，请您示下，备上重礼，送到真仙宗。圣主，这赎回我而后，3日内覆灭真仙宗和渚州所有宗门。圣主英明！别咬！离我远点儿！你就是圣子，很好，教育的就是你。前辈，我错了，我真的深刻反省了，恳请您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个好说，你在这借据上画个押，本座就放了你。欠真仙宗什么这么多？嫌少，本尊腹中饥饿难耐，指不定要拿你当口粮啊！我花！主人，明日我到那圣殿走一遭。里面的人给我听清楚，你们已经被包围，赶紧束手就擒！哪里来的野狗，竟敢在我天炎圣殿撒野？老邓，你自己看。欠真仙宗上品灵石100万，极品灵丹数十万枚，武器宝甲数十万件，各色宝物若干。老夫正要去找你们真仙宗，你们倒好，现在送上门了。孽畜，速速把我们圣子殿下放了，我考虑留你们一个全尸，否则小小蝼蚁，我可信手捏之。还有谁？孽畜，休有要放肆！老家伙有点实力。麒麟，你就是真仙老祖。哼，区区不才，正是在下。很好，既然来了，那就留下吧。使点力，打人都没力气，还说自己是圣主。这位老祖周身气息深不可测，其修为比起老夫来足足高出许多。老祖恕罪，小劳儿眼拙，刚才多有冒犯，万望老祖开恩。哼，算你识相。至于犬子冲撞了老祖，死有余辜，全当为圣殿除害。前些日子，小老儿无意间寻得一处神秘禁区入口，此等机缘难得，特来恳请老祖一同前往，共探其中奥秘。
以前听张三丰说，下界某些禁区藏着无数秘丝，据说那里有可能找到仙界遗落的仙家至宝。本座允了，前方带路。连我的仙石都无法穿透这片神秘禁区，如此异象，里面多半藏着绝世至宝。仙长且慢，看我来破除此地禁制。唉，我来。果然是绝世至宝，虽然气灵已失。主人，我找到一本秘籍。玉成真魔，先斩祸根。可惜我不是魔修。走了，我们去别处看看。有趣，真是有趣。既已相遇，不妨留下与老夫相伴，如何？老人家别误会，我们真的只是路过，无意打扰你清修。主人，他一个对抗我们3个，3打1，优势在我。老人家这是打算不放我们走了？我被囚禁1万年，又遭家族驱逐，如今尔等鼠辈竟敢闯入我的领地，你们这是自寻死路！出来吧，无知燃烧军团！完了，主人，咱们要交代在这儿啦！不管了，我们上，先冲过去！大天造化掌！主人，此人极强，唯您能敌。恳请老祖出手。哼，装神弄鬼之辈，倒是个有趣的猎物。先拿你找乐子。修行不易，劝你善良。起！我观真武，真武见我，一血焚香。真武神咒，北方真武神，去！不堪一击。这次秘境探险，多谢老祖出手帮助。若老祖不嫌弃，还请急步城主殿，在下愿略尽地主之谊，以表敬意。听闻圣殿圣女族有数千之众，不知此言可属实？确有其事。妙极！既如此，本座便去小住几日，好让你尽一尽地主之谊。
宗主，大事不妙！有人抢在我们之前到了。我们将这里翻了个底朝天，可至宝踪迹全无。可恶！究竟是哪个胆大包天的鼠类？若让我查出是谁，定要将其宗门夷为平地！不知老祖宗住的可习惯？空间简约有致，住着格外舒心。小老儿有一不情之请，不知当说不说。天岩圣殿愿奉老祖为太上长老，世代焚香供奉，还望老祖成全。唉，既然你们如此诚心，我便答应你吧。往后圣殿如若遇到灭顶之灾，捏碎玉牌我便知。恭送老祖！哼，这就是天岩神殿吗？师兄是土著仙吧？地地道道的本地仙，羡慕啊！出生即成仙，师弟在下界苦修数万年，才有小小的概率得以飞升仙界。师弟，你在下界也通茅房吗？修仙者在下界尊贵无比，不需要自己通茅房。承封师弟，师尊召见，速到绿竹仙斋觐见。师兄，富贵莫相忘啊！拜见师尊。想不想晋升？啊？做梦都在想。往东1万里有处荒古禁地，里头长着稀有的幽冥草，那可是炼制九转仙丹的关键材料。你去帮为师采摘一些。师尊嘱托弟子定当不辱使命，纵使九幽炼狱，弟子亦要闯上一闯。禁地里常年弥漫幽冥煞气，纵使为师也要忌惮3分。但你小子天生无垢仙体，能免疫毒物与煞气，所以采摘幽冥草这份差事非你莫属了。弟子明白，定当竭尽全力。师弟，这便是荒古禁地的入口了，完不成任务也没事。回来，师兄接着安排你当挑粪工。师兄，咱们走吧。就他这一身臭气，进去就得被魔兽邪祟吃掉，还妄想……师兄师姐莫要担心，师弟一定完成任务，安全回来。哼！荒古禁地果然凶险无比，即便生前境界不低的仙人，苦修万年，最终也难免沦为一个盒子。分身术，好东西，下次跨界找个宗主试试。嘿嘿嘿嘿。幽冥草，
多少年了，终于又有送上门的养料了。糟糕！即便有碧魔珠的加持，他竟然还是能发现我。看来他至少已经达到了金仙境界。前辈，晚辈无意冒犯，告辞。怎么回事？我的法术失效了！别白费力气了，这里早已被施展禁魔之术，屏蔽一切法术，除非你是先帝，否则难逃此限。怪不得有无数仙人陨落于此。敢问前辈尊姓大名？蝼蚁，你不配知道本座名号，你只需知道本座乃荒古禁地守护者便可。让我们用最原始的力量来战斗吧。很好，能接下我一招半式。回声裂空鞭！难不成今日轮到别人来吃我的棋了？结束了。快戒石！快戒！快戒！快戒！快点！快点！再快点！我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了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竟然一点都不疼。哎，你小子，你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真仙宗吗？啊！哎，哪儿来的臭乞丐，把我哥俩当空气啊！滚一边去，否则连你一起嘎了。哼。你们一起上吧，本座赶时间。啊！哟呵，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哎，今天你就见到了。哼！怎么可能？这……退！给我擦皮血！你是何许人也？记住了。老子是仙界矿工。
这就是言出法随吗？神仙降世了，这莫不是在做梦？多谢仙长出手相救，仙山大恩，小人定当涌泉相报。本座不过是在九重之外闲得慌，偶然下凡云游，途经此地罢了。恳请仙长移驾龙家族地，片刻相叙，以谢厚恩。若不允你报恩，以了却这段因果，恐其日后成为你的心结，阻碍你得道升仙。本座允了。仙长，这边请。还没有孩子的消息吗？爹娘，孩儿回来了。少阳，你可算平安归来了，你可把娘亲急坏了。回来就好。少阳，你和爹说说这些天去哪儿了？是薛家的人打伤了我，还险些将我囚禁，他们以此要挟咱们龙家交出灵坛圣权。荒唐！薛龙两家结盟上万年，薛家本为我龙家旁主，岂会行此背盟之事？爹，此事千真万确。如今龙家早已不复当年四大古族之威，幸得仙长搭救，不然孩儿早已落入魔爪之中。我竟然无法看透他的修为。多谢仙人相救，我们龙家上下感激不尽。龙家当年贵为四大古族之首，如今孱弱的连旁支都敢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当真是令人唏嘘。古族世家哪个不是成数10万弟子的？实不相瞒，3万年前龙须老祖飞升仙界后，灵坛秘密泄露，无数修真世家觊觎龙家灵坛圣权。这小小灵坛，莫非有什么特别之处？仙长如若不弃，可随老朽到后山灵坛一看。你就不怕我把你这灵坛占为己有？爹！哦天！仙长乃济世仙人，龙家上下大小事务，取舍纷争，全凭仙长定夺。倘若能得仙长庇佑，龙家上下何愁不逢凶化吉？倒是个懂事的，速速带我去一看究竟。仙长，这就是灵坛圣权，有洗精伐骨、提升资质之功效。若有此灵坛，便可以成批培育出下界修士，待他们飞升仙界后为我效力。这灵坛虽是凡间之物，但却与本座颇有缘分。不瞒您说，5000年前灵坛突发异变，寻常修真人士若沐浴其中，不仅无法提升资质，反而会遭到灵坛反噬。哼！你当本座是那些巧取豪夺之辈了？仙长，我爹说的没错，现如今灵坛如洪水妖兽一般，无人敢侵涉潭水半步。唉，你这灵坛有蹊跷，弃灵听令，应无心念，开！这灵坛孕育出了灵石，才会引发什么所谓的反噬，而你们感染了这份力量，自然难逃灵坛的报复。竟然敢唤醒本尊，你这是自寻死路！小小灵妖，见到本座还不快快伏法！
是犯糊涂冲撞了仙长，恳请仙长留小妖一命。哼，本座谅你也不敢。念你修行不易，本座赐你一段仙缘，你可愿做本座的坐骑？啊？怎么，你不愿意？小妖不敢，小妖愿意一生一世追随仙长。很好，现在本座就赐你一段仙缘，正好试试之前捡到的分身术。这次你们再进灵泉试试。我的修为已有了显著增长，照此趋势，100年之内有望飞升仙界啊！哼，100年。这水中蕴含着无上道理，这是大道的气息。快，太快了！修为要把我丹田撑爆了！什么？我突破了！大道垂怜我龙家呀！这是本座赐予你们的机缘，望祝你们早日飞升仙界。程仙长，真乃济世仙人啊！听好了，所有龙家子弟，无论修为高低，皆可到灵潭浸泡。待飞升仙界后，全都给我去挖矿。大当家、二当家失踪一事查清了，定是龙家那小子捣的鬼。你说什么？我们薛龙两家结盟已有上万年，竟落得如此下场。明日我亲自上门讨个说法。大当家，不好了！二当家的命魂灯熄灭了。人死灯灭，人死灯灭呀！老二啊，我们并肩修行数千年，你就这么抛下我去了？大当家，龙家狼子野心，竟对盟友痛下杀手，如此背信弃义之举，简直是修真界的败类。如今二当家尸骨未寒，还请大当家下令，定要让龙家血债血偿，为二当家讨回公道。正愁师出无名呢，老二你走的真是时候。为二当家讨回公道！众人听令，今晚点齐人马，明基日出即刻前往龙家讨要说法，谁敢阻拦，杀无赦。遵命。族长，大事不妙，薛家众多强者已杀到山门前了，九龙锁天阵已出现裂痕，最多撑不过半炷香。什么？龙家上下听令，所有弟子随我驰援大阵。孩儿们，加把劲儿！待咱们攻破这法阵，龙家上下便尽归咱们手中。薛老大，你何故攻打我们龙家山门？如今薛龙两家可是盟友，难道你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住口！你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们二党惨遭你们暗算，如今你还有脸提盟友二字？信口雌黄，分明是你们二当家打伤了我儿。哼，龙家背约在先，即日起两家恩断义绝，想保族命，交出灵潭圣泉，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对方觊觎灵潭圣泉已久，所谓背约不过是挑起争端的借口罢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掠夺，任何解释都只是徒劳。速速去请程仙长，领命。龙傲天，纳命来！爹！少阳！蚍蜉撼树，自不量力。少阳，傲天！
我宣布，龙家今天覆灭，龙家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哦，是吗？哪里来的野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哼！还有谁？从现在开始，薛家的所有地盘归龙家所有，你们有意见吗？没有，全凭仙长做主。承蒙仙长厚爱，龙家上下愿尊您为太上老祖，世代焚香供奉，恳请仙家成全。薛家也愿世代焚香供奉仙长。既然你们如此诚心，本座就答应你们了。多谢仙长，多谢仙长。日后你们全听龙家差遣，如有背叛者，如同这般。没有。人间香火堪称神仙的经验包，只要有了下界这源源不断的香火供奉，境界提升终于有望了。少阳啊，今日我收你为徒，这些丹药给你好好修炼。谢师尊。您要的材料只收集到一部分，有些材料还没有眉目。数万斤仙界稀缺材料，放在下界无人问津，带回仙界却价值惊人。做得不错，继续收集。徒儿知道了。跨界时间到了，退下吧，我要开始闭关了。唉，身份又变成挑粪工了。对了，幽冥草，把这个交给师傅，定能获得不少好处。奶驴，开门！不好，这女魔头怎么来了？师姐好本事啊！不但成功混进潜月洞，还能破这小院的禁制。刚才去哪儿了？一直在屋里修炼。你觉得凭我的修为会感应不到？亏你还是混魔道的，连隐息诀这么低级功法都不知道。把口诀给我。功法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能总占我便宜吧？只要你把功法给我，以后我罩着你。果然是神功妙诀。还有其他功法没有？有啊。赶紧传我。不行，我要是全传给你，还拿什么保命啊？我一言九鼎，绝不杀你。师姐，你可是魔道中人，什么一言九鼎的话，你糊弄别人去吧，我是不会相信的。那就先这样吧。等我伤势完全恢复之前，我会留在这里保护你。对了，师姐，你为什么会被钱月洞收下啊？我不是把你和李修缘那小子举报了吗？你举报有个锤子用，那三长老给宗门捐了点物资，就把一切摆平。你以后最好小心点，那三长老可是对你恨得咬牙切齿。唉，仙界果然不好混啊！才入门第一天，强大的敌人就又多了一个。难道我永远只能龟缩在这小院？不行，唯有快速提升实力才是出路。程风，你是在装乌龟吗？你要是个带把的，就别在院子里猫着。窝囊废，听见没有？赶紧出来！程风，你是在装乌龟吗？八成是姬子灵派来羞辱我的喽啰。叫什么叫？有种进来啊！
有种你就出来！我怀疑他都不是个男的。嘿嘿嘿，我就不出来。哈哈哈哈哈！有本事来咬我啊！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一个指头，全部拿捏。哼！程峰，你要是男人就血性点，出来打一架。咦，是李修缘这小子？打你我一个脚趾头就够了，痛快点儿，出来和我真刀真枪干一架。输了的人从前月洞滚蛋！哈哈哈哈！你让他们保证不出手，我和你打。诸位师兄，不如就依这小子所言，我与他战一场，你们不出手。好，君子一言九鼎，你出来吧，我等绝不插手。你们退开，不然我不出来。霸王拳，凝剑。煌煌天威，一剑引之。这货怎么会如此霸道的剑法？失算了。第二式，极空破。第三式，飞花剑舞。第四式，第五式，第六式。程兄弟，你实力高绝，剑法通神，小弟自愧不如，我认输。哼，认输就完了。程兄弟，所谓比试，就是指点到为止啊！你放了我吧。渣渣，真是渣渣！居然连战五渣都打不过，李修缘，你离开宗门吧。丢人，太丢人了！哼！你小子三番五次害我，你说我要怎么才能放过你？今后程哥您要我往东，我李修缘绝不往西。孺子可教，那就签订灵魂契约才算数。请主人赐契约。你放松，进入空明状态。拜见主人。很好，现在我命令你彻底进入放空状态。好的，主人。分身印记。你小子心眼不坏，当我分身100年，期限一到便还你自由。是，主人。切！姓程的小子，赶紧把我的弟子交出来！长老指的是李修缘，李兄弟。除了他还能有谁？小子，别以为躲在院里就安全了，这里的禁制绝护不住你。这里曾是前任洞主故居，你敢拆的话，尽管动手。我佩服你是条汉子。哼！只要你交出李修缘，往后老夫定不与你为难。长老话说的真轻松，刚刚李修缘纠集一帮人来羞辱我，岂能有你一句话就了事？那你想怎样？今日我精神损失极大啊！唉，甚至可能道心蒙尘，影响今后的修行路。等落在我手上，定让你明白花儿为什么红。你想要多少？汤药费、后续疗养费加前途损失费，零零总总赔个50万仙晶吧。这一块墨晶价值数十万，你拿去吧，赶紧放人！
嘿嘿嘿，这分身术还真是好用，分出一缕神识便能操控。给我等着！这个仇我要不报就不姓李。自己在骂自己，感觉还挺奇怪。行了，李贤侄，逞口舌之力没有用，且跟我走吧。这小子把我揍惨了，您老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放心，小姐将来若不灭他，哼，老夫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太好了！见过大小姐。听说你被程峰抓起来了。是的，大小姐。留你何用？自废经脉，滚出洞府！大小姐误会啊，我这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哦，这么说，你取得了他的信任？只要我再委曲求全一段时间，那厮定会放松警惕。届时我趁机关掉他旧宅禁制，到时候大小姐您还不是想对他怎样就对他怎样？很好，等我捉住程峰，算你头功。不过，若是你敢欺骗本小姐，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敢不敢，大小姐冰雪聪明，我怎能骗得了您？退下吧。大小姐，我还有个小请求。哦，说来听听。唉，那可恶的小子命我随时帮他购买需要的物资或者功法。以我外门弟子的身份，行走起来有诸多不便，恐会拖延我获取他信任的时间。怎么？难不成你想让本小姐升你为内门弟子？不敢不敢，怎敢让大小姐因为我而坏了规矩？只希望大小姐让我在普通区域购买物资的时候不被阻拦即可。您看？哼，此事我会吩咐下去，外门弟子可去的地方，让你畅行无阻。多谢大小姐，小人告退。师妹，你既然如此憎恨那程峰，何不让那姓李的外门弟子给他下药？哼，毒死他可不行，那太便宜他了。随你吧。对了，师妹，我让你帮我打听关于首席大弟子职位的事。还没办。我娘如此维护那臭程峰，我正生他气呢。过几天再说吧。哼，有了李修言这个可以畅行外门的分身，以后买物资功法就不是难事了。嘿嘿。这藏经阁收藏深广啊，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神奇的下界。等把云幽两界搞定，就去这些世界寻宝。咦，幽玄界龙家的灵潭圣泉，居然能提升仙体的资质。之前泡的少，没啥感觉。等跨界冷却完事后，得传下去多泡泡。潜月洞外门的交易区品类真丰富啊，兵器、法宝、丹药、符簪，什么都有。你在这里做什么？买点毒药，奖励一下那个混蛋程峰。警告你，谁对程呆驴不利，我就灭谁。抱歉，忘了他是你小弟了。嘿嘿，这女魔头还挺讲信义的。我刚才看见你从藏书阁走出来，你为什么能进去？哼，你忘了，我可是有靠山的人。很好，7天后正午在这里等我，我有事要让你办。什么事？你是不是想抢什么宝贝？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懂不懂？装什么高冷，早晚将你收为坐骑。哼哼。
你叫李修缘？是啊，不知这位师兄有何指教？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务必让程峰服下此毒。若完不成任务，你也不用活了。这厮卑鄙啊！这位师兄，我吴叔叔乃是门中三长老，且大小姐……住嘴！你那靠山对我来说毫无作用。事情办得好，自有你好处；若是办不好，人头落地，可明白？哼，去吧。多说无益。一介蝼蚁，害得师妹与师娘不和，耽误我大事，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慕容岩给我的毒药，他想毒死你。难道他发现我的身份了？走，带我去找他。我得罪不起他。别废话，带路。成了。小子，你再跟我装个叉看看！放肆！你是魔？唉，小小慕容岩，拿捏拿捏。泡了整整7天，我的体质终于提升到了真品级无垢剑体了。真品级体质虽然不错，但修炼上限也就止步于玄仙境，甚至达不到玄仙中期。再投入10万枚仙晶试试。又变成贫困户了。这灵泉加仙晶的效果是不错，但也太费钱了，得想办法继续搞钱了。跨界。程峰，师父怎么来了？就算他发现慕容岩已死，也没道理怀疑到我头上啊。师父，近些时日过得如何？还不错。那就好，就坐下。师父突然过来找我有事吗？9天后，便是10年一期的9城盛会到来的日子。4大洞府年轻一辈弟子会在这一天切磋比试，争夺彩头。在盛会结束时，玄阳仙府会派使者过来收几名弟子，你若参与其中，也有成为仙府弟子的机会。仙府那是比灵动城门更高一层次的势力，我这点资质，哪有资格做仙府弟子？具体是什么标准，九龙山任何修士都不清楚。如此的话，盛会那天我便参与吧。不过师父，您女儿紫菱小姐若是知道我走出这小院，我已命那丫头闭关，前去冲击真仙境。盛会那天，她不会出现。哦，对了，还有那位3长老，以及令高徒慕容公子，似乎对我也有意见。盛会那天谁敢动你，我绝不留情。你还有顾虑吗？没了没了。记得别迟到。
我说师姐，你一天天飘来荡去，就不怕被发现啊？九成盛会那天，钱月洞绝大多数人都会去参会，剩下的一些高层长老，则是要去接应玄阳仙府来的贵客。咱们正好趁机干一票大的，怎么样？我一个弱鸡仙六境，哪有本事干这种事儿？我知道你把李秀媛练成分身了。什么？别紧张，就你这点小伎俩还瞒不过我，到时候你就操控他给我放哨就行。没问题。盛会当天，你让分身去藏书阁前就成，具体事宜我到时会交代。先说好，出了事别牵扯到我。帮你打架的时候，我也没怕被你牵连，不是？那不一样，那是你中了我的计。智障！切，智障！看看值多少仙晶。这么多稀缺仙材，你从何得来的？家族里专找飞升者做买卖，几万年来累积了不少，后续此类材料还多的是。总共170万仙晶，成交。发大财了！不知道这170万仙晶能不能让我提升到极品体质？听说这个大会来了不少天骄，四番界的还有谁来？没想到九华山4洞的修士竟有如此之多。盛会开始之时，各大洞府精英弟子会进行比斗，为免你受到剥夺，为师将你的位置安排在最后排，可好？全凭师傅安排。好。嘿，钱月洞的兄弟，幸会啊！幸会幸会。兄台竟是剑体？是啊是啊。咦，你也是剑体？我叫姚建元，我二大爷姚青天可是碧岩洞的洞主。切，我二大爷还是先帝呢。二大爷，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小兔崽子，大呼小子作甚？是不是皮子着痒了？没事儿，就是给您老请个安。哼！你二大爷还真是洞主，在下乘风，幸会幸会。姚兄，以你的地位，怎会来这犄角旮旯观看大会呢？这破大会我已参与不下10次，没什么看头，还不如躲在后面睡大觉来的舒坦。原来是姚兄刻意为之啊！程兄，你在钱月洞中居住，见没见过姬子陵？你和他有什么仇怨？仇深似海。奇怪，以他那爱显摆的臭屁性格，不该缺席才是。据我所知，姬子陵闭关冲击真仙境去了。啊，那婆娘资质奇差无比，2次冲击真仙境都成不了。哈哈哈哈！看来这位和姬子陵真有仇，
那就是和我站在同一战线的好兄弟了。挚友啊，家人啊，挚友啊，家人啊！难道你也……家人啊！咦，慕容岩那小白脸去哪儿了？难道姚兄也被慕容岩欺负过？欺负谈不上，被内斯揍过2次，让我道心受损，实力静静放缓罢了。你傻呀！他揍你，你叫人啊？找机会埋伏他，群殴他不就得了？程兄，英雄果然所见略同啊！唉，只是内斯常年在前月洞闭关，我还没找到机会下手。有空了，咱一起合计合计。一言为定。呆驴，等下我会用秘法封印整个藏书阁，到时我无法感知外面的状况，你就在外面给我放哨，若有异动，用此玉牌向我传音，明白了没？抓紧了，前面就是藏书阁。就是这儿了。师姐，你一直觊觎这藏书阁，莫非里面有重宝？等我出来再告诉你。那不行，若你拿了重宝，肯定不会分给我。你想要什么？给个7、80万的仙晶，意思意思。你当我有矿山吗？3万，你根本不用自己冒险，赏你3万已经是极限。3万就3万。手好。大胆！朕。没想到这小小前月洞也有如此禁区，给我开！不好，禁区出事了！走，随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古绝师兄此番又是对战前月洞第一高手风无缺，这2位从20年前就开始比斗，从未分出胜负。且看这次能不能分出高下。那风无缺也是真仙后期？自然。如此说来，风无缺比之慕容岩更厉害了不少啊。不能这样算，得看修行年限。慕容岩只修炼30余年就踏足真仙初期，天资不比这2位差。当然，本少当初也不比他们差，只是后来不提也罢。慕容岩是王品体质，只要我再泡泡澡，便可赶超慕容岩的资质，进而也就列入九华山4洞的顶级资质行列了。哈哈哈哈哈！
不好，女魔头的行动可能被发现了。师姐，你好了没有？可能被发现了。不打紧，这里不需要你了，让你分身离远些。好的。诸位前辈，情况如何了？禁区入口被人打开了，只怕前月洞中混入了魔修。诸位前辈，此事断不可泄露出去。我等只需守着禁区入口，等那魔修出来，将其擒拿即可。那就有劳诸位前辈镇守在此，晚辈自去迎接玄阳仙府过来的人。李贤侄，你不去参加盛会，在这里作甚？我身体有些不适。装病偷懒，我看你是找打。还是瞒不过吴叔叔。我好了，别编了。程峰去参加盛会了。那个家伙还敢出来，我去废了他。你想办法去把那小子引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老夫亲自出手。不就弄你一块墨晶吗？至于这么想弄死我？那小子是前月洞主的徒弟，我们真把他办了，会不会有麻烦啊？你将此符拿去，只要将其贴在他身上，他便会暂时受你控制，把他带到荒山。那小子其实有两下子，此符能不能将他镇住啊？此符乃是老夫替狗上仙办事，求他所赐。别说他一小毛贼，便是比老夫实力略高之人，也能镇住石鱼溪。先提升实力，再去干架。200万仙金给我中！终于来了吗？太舒服了，居然达到了玄级无垢剑体，成长上限可达天仙境，一般的仙府府主也不过是这个层次。但是跨入玄级后，所有仙晶已经消耗一空，须得想办法多弄些才是。徒儿，为师已出关，速来相见。为师已出关，速来相见。什么东西飞出去了？好像是狗吧？狗？狗能飞吗？师尊，您才闭关3月，为何这么早出关？为师出关，只因需要找些炼丹炼器的材料，这是材料名单，你命人去寻，越多越好。这1000万极品灵石你拿去，该支付的酬劳一分不少。师尊，灵石就不需要您出了，我来搞定。为师办事自有原则，今后不得自作主张。是，师尊，徒儿知错。对了，师尊，我家老祖说，您若出关的话，让我通知他老人家，不知合不合适？你办事去吧，我自去找你家老祖。不管上界下界，怎么境界高的人都喜欢居住简陋呢？这是什么陋习啊？龙族长找在下，有何要事？仙长，老朽入定修炼，未曾迎接仙长，还望仙长海涵。一家人不讲那些虚礼。哈哈哈，仙长言之有理，老朽就不与你客气了。请仙长移步老朽的陋居，咱们一起饮茶。请。
此茶乃是老朽于魔古渊外围一处天险中寻得。好茶，一共8两，珍藏了1900年也没舍得喝。龙族长找我来，恐怕不单是为了喝茶吧？唉。今年北谷圣地屡次无故屠戮龙家子弟，妄图挑起事端，更趁机吞并我族灵田矿脉，致使龙家修炼资源日益减少。竟有此事！日后龙家将会被我打造成飞升者的摇篮，修炼意图岂容懈怠？资源必须给足，给到位。这是10万枚极品仙丹和上万本天阶功法。有了仙长这些重宝，我们龙家复兴有望了。你们好好修炼，本座仙库里还有无数秘宝，你把修炼资源分发下去，明日本座便亲赴北谷圣地，为尔等讨回公道。好。仙长大义。北谷圣地是吧？何方毛头小儿，竟敢在我圣地放肆撒野！明日备所50万灵石，速速送往龙家祖地，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哼，好大的口气！我等与阁下素无恩怨，此举是何道理？当然是威胁你。难道请你吃早餐啊？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个龙老儿。怎么龙家没人了吗？找了个毛头小儿出头。你们吞并我龙家无数灵田矿脉，今日我等前来是要讨回公道。谁说龙家没人？在下区区第89代弟子龙骨元志。仙长。嘘，和他们玩玩。仙长雅兴。龙骨元志，这号人物我连听都没听过，想来定是些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哼，想讨回灵田矿脉，倒也不是不行。不过嘛，这小子若能在我圣地年轻一辈手中撑过10招，我便信守承诺，即刻归还。这话可都记着啊！你若敢食言，我定将你这圣地搅个天翻地覆！爹，此人简直狂妄至极，全然不把我们圣地放在眼里。孩儿恳请出战，定要替圣地好好教训他一番。你出战，为父自然放心。此番便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村野匹夫见识见识圣地年轻一辈的真本事。不得了，不得了了！圣女出战，我们危哉！来吧，我大度些让你999招又何妨？若是输了，便乖乖随我回去。小样，还想阴你大爸？有那实力吗你？哦，哼哼。打人都没力气，还说自己是圣女，老鳖探头！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拿下！哼！上仙饶命饶命！我愿把吞并的灵田矿脉全数归还龙家。嗯。哦，再奉上50万枚灵石，全当赔罪，只求上仙高抬贵手。
这还差不多。你们圣女资质倒还行，只可惜修炼路子走偏了道。待本座亲自调教一番，日后定能成为女帝。上仙，此话当真？放肆！仙长乃济世仙人，金口一开便是天命昭昭，岂容你这凡夫俗子质疑？婉儿，你意下如何？予取许求，全凭仙长定夺。徒儿，你现在退出北谷圣地，舍弃圣女之位，随我一同历练修行。待5年期满，你必拥有大帝之姿。你可愿？有何不可？仙长，不好了！慌慌张张，莫非猪肉涨价了？是北谷圣地集集数方势力前来攻打我族了。这次攻打的是后门。拿着。去固守禁制，本座随后就来。谨遵仙长之命。外敌来犯，龙家子弟速速出关，保卫家族！保卫家族，干碎他们！混账！婉儿就是被这龙家拐走的吗？没错了，老祖。很好，今日就让这龙家从此消失。李老言之有理，今日有李老在，定让他举族灭亡。诸位，随我攻打禁阵！匹夫，休得猖狂！小小蝼蚁竟敢造次，哼！可恶！你们龙家怎么会有如此力气？可惜你自身实力太弱了。废话少说！匹夫受死！兄弟们！给我上！匹夫撼树，自不量力。哼！不好，这些都是逆天仙气！龙尊助我！龙尊，他可是黑水渊里的禁忌妖尊，黑龙天皇，如今竟破镜现世，看来龙家今日难逃灭族之劫了。尔等宵小，借肾气之力，竟敢行偷袭之举，此番更留不得尔等了。妖蛇，今日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怎敢大言不惭？当年你龙家先祖为夺天地灵果，将本仙打伤，封印于黑水渊。如今我破印而出，定要龙家100倍偿还。你我合力拖住此妖，待仙长到来。龙家小儿，纵然是你们有仙家利器，层级的差距你们依然跨越不了。结束了。是仙长，生命之庸。咦，
有意思。怎么可能？你竟能挡下本仙的攻击！哼，一条小小赖皮蛇也敢称仙？你这是在挠痒子吗？很好，你彻底的惹怒了我，黑龙降世！不好，此人甚是诡异，老子今日还是先逃为妙。闹出这么大动静还想逃？老子还没过瘾呢！回来！孽畜，还不快快伏诛！仙长饶命，小妖愿做仙长坐骑，只求仙长留小妖一命。本座暂且留你一命，随时听候本座差遣。你本体是黑水玄蛇，从今天起你就叫小黑吧。多谢仙长赐名。小事一桩，不必客气。仙长，此番三大势力高手尽数被俘，老朽建议将三大势力地盘宝库都收归麾下。本座正有此意。龙少阳何在？仙长，少阳在。即日起命你收服三大势力，创立真仙宗。特任命你为首任宗主，务必广纳贤才，壮大宗门，不得有误。师尊弟子修为尚浅，何德何能？臭小子，往后在仙长面前少做那扭捏之态，还不快谢仙长！师尊，少阳领命，少阳这就带人清查三大势力地盘。如今幽寒界五大势力尽归麾下，这是我下界后创立的第2个真仙宗。但对持有跨界实质在万界的我而言，这不过是刚打开的序章。不好，跨界时间到了。李贤侄办得不错。李兄，这是哪里？算账的地方。吴叔，直截了结太便宜他了。有理，接下仙符，让他清醒。程峰，这次你还能躲到哪里？吴叔，得罪了。李修缘，他听谁的？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放开老夫，条件任你开。你是真仙境老修士，留你一口气，我便多一分危险。程少友，老夫愿赔偿。晚了。真仙境果然难对付，若非符纸镇住他的功力，以我现在的修为，连他的防御都破不开。老大，可要取走他剩余资源？能拿的已经拿了，别在这里贪。拖久一步，都可能撞上钱月洞长老。恭迎特使。不必多礼。这位什么境界？莫误，玄仙巅峰。别拿钟离那种玄仙后期与他比，一境之差，气势便是2重天地。慕容岩与无有悔2个隐患已经解决，只剩姬子灵仍不肯罢手。若能借玄阳仙府离开钱月洞，或许能彻底摆脱这场纠缠。玄阳仙府不看资质收徒，听着倒像天上掉好处。凡是被带走的人，至今没有一个回来。这样的好处，你敢接？那咱们为何还肯交人？仙府要几个普通弟子，洞主敢翻脸吗？况且真有秘密，也不会写在门口。不看资质，去而无踪，怎么看都不像正经收徒。
放空意念，玉蝶选中之人，可自愿随本座入府。奇怪，越是资质普通的人，越盼着被选中。在这里看不到前路的人，才会赌那一点可能。怎么偏偏是我？姚兄，或许真是你多虑了。不是只收8人吗？最后一位小友与仙府或有特殊渊源，玉蝶才会破例。别人中选是机缘，我中选怎么越看越像加塞进火坑？唉，上台后不要直接拒绝，莫误看似随和，实则不容旁人反驳。先找一个他无法当场验证又不好强行否定的理由。你有现成借口？没有，临场编。敢在玄仙巅峰面前现编借口，姚兄的胆子比他的剑还硬。弟子定会勤勉修炼，不负莫大人栽培。好，入我仙府，自有更广阔的修行之路。话说得越好听，我越想知道以前的人去了哪里。你等今日收拾行装，明日随本座回仙府。莫大人，弟子道侣数月后临盆，想等孩子降世再去。确有此事，这小子放心不下家中道侣。重情也是好事，准了。莫大人，弟子父母亡故，3年孝期未过，也想守孝后再入府。此事属实。父母亡故不假，但尚有弟妹在家守孝，他离开并不冲突。南宫秀，你补这一刀是真不客气。既有弟妹代为守孝，便不要耽误前途。可是，呆驴，快离开九华山！女魔头慌成这样，禁区里一定出了大事。南宫秀，把事情说清楚。钱月洞禁区被人打开了。钱月洞还有禁地，你一直瞒着其余3洞，难怪前些日子护山大阵遭到攻击。现在追责无用，先带弟子离开九华山。天地法则已经断裂，我们被隔绝了。以我的身份，不可能独占禁区，此事背后另有上层势力。他背后是朱家，现在杀他，只会少一个能出力的人。莫大人，接下来如何安排？此事因你们而起，自己想办法。10几万弟子都在这里，莫大人真要袖手旁观？本座受邀来选弟子，却被你们突入绝地，想让我替九华山拼命。先问问你们背后的势力肯不肯付代价？钱月洞弟子各寻安全地方，不得聚在广场。真正遇上大难，身份最高的人未必最可靠。剑元，回碧岩洞，不要自己乱飞，法则已经不稳定，跟紧我。姚兄，多谢。少客气。你若真是南宫秀的好徒弟，也不会被姬子灵追着收拾。到底怎么回事？我原本在矿区做工，阴差阳错才被一份誓约送进钱月洞。然后姬子灵便不分缘由的开始找我麻烦，难怪你和我一起拒绝仙府，至少证明你没拿我当傻子。危难时肯拉我一把，这个朋友值得交。姚师弟，4洞已经开启阻地，速去避难。走，阻地自成小天地，或许还能挡一阵。跨界时不能带人，也不知道姚兄能不能活下来。
不错，短短1年多，真仙宗已新收24名弟子，其中20人资质上佳，李怀真本人更已踏入地千境。拜见师尊。你身上的黑甲从何而来？吸收进去的液体后慢慢出现，除了偶尔发痒，并无其他异常。与我对一掌，全力！才地仙境，力量却远超常人，继续吸收未必还是原来的他。暂时停止使用液体，把那块血肉和现有液体交给我。是，如今已经积累10大缸。另外，按这份名单继续收集材料，拔尖弟子的资源不能省。弟子明白。程兄，是我。你没事？啊？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不是空间漩涡，是时间漩涡。外面过去7个时辰，我在这里已经修炼7年。你入真仙了？刚稳固境界，这里能使用紫金与墨晶。修炼时有几块墨晶，你先用。算我借你的。1刻钟可能就是几个月，别在这儿算账。痛快！8年从仙5到仙8，你这速度不比洞府核心弟子差。南宫秀若知道你的真实资质，怕是要后悔。我想加入你们碧岩洞，你二大爷敢收吗？全品剑体仙8巅峰，谁敢不收？所有人原地不动。禁区是被外来修士强行开启，任何可疑之处都要说明。钱月洞会配合调查。明明是闯入者所为，凭什么把责任全推给我娘？长辈议事，退下。姬大小姐闭关许久，这落地姿势倒练得很熟。我今日没空与你纠缠。程峰，你为何在碧岩洞阵营？我站在哪里，需要向你报备。你别忘了，你仍受我娘庇护。庇护？她被你堵在旧宅中不敢外出，也叫庇护？哈哈哈哈哈！二大爷，我举荐程峰加入碧岩洞，他是剑体，血气与属性都不差。玄品无垢剑体，程峰，你一直在隐藏资质。我资质平平时，姬子灵已经多次针对我，若早让他知道我比他更高，师尊你真能时时护住我。他可曾正式拜入钱月洞？还没有。那便不算抢人。程峰，从现在起，你是碧岩洞核心弟子。弟子见过洞主。这回总算站对地方了。靠别人替你说话算什么本事？程峰，你可敢与我公平一战？只要双方长辈都不插手，我可以应战。一招之内，我便让你认清差距。既然双方自愿，便以切磋论胜负，谁都不得坏规矩。他真只有仙5，敢接仙9巅峰的战术，恐怕还有底牌。哼，现在认输还来得及。你若真有把握，就不必反复劝我认输。
不是仙武。我从未说过自己只有仙武。够了，胜负已分。若倒下的是我，你还会不会这么快喊停？程风，注意你的身份。规矩是你女儿定的，哼，如今输了便该认。从前的账到此为止，以后再主动找麻烦，我们便按规矩一笔一笔算。南宫秀，禁区未解，你敢在此引发大规模冲突，便是拿所有人的命赌气。自己无法炼化，再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会撑不住啊！下界的血色液体怎么变成透明的了？能维持生命，却不能直接恢复战力。这是异仙界的灵液，只有在当前法则中才显出真正作用。程兄，你脸色怎么恢复了？哼，我有能缓解仙力流失的东西，先别声张。有多少？10缸，但不能由我直接拿出来，否则所有人都会盯上我。诸位，我这里有一种灵液，可以缓解异类法则造成的不适。真的有效！把灵液交给本座，由本座统一分配。莫大人身份尊贵，但此物数量有限，若只交给一人，其他人如何放心？李师弟说的对，李师弟说的对，我先定规矩，长老和洞主按较高价格限量购买，所得用于补贴普通弟子。真仙以下，每人先免费领取2滴保命。为何我们要出高价？诸位长老资源深厚，若连你们也按最低价格购买，灵液很快便会被抢光，普通弟子连等待的机会都没有。李公子说的对，李公子可以，1滴500紫晶，每人每日限量，先给本座10滴。莫大人可以多购7滴，但也不能破坏总量安排。成交。这是接着，多谢李师兄。第1轮便有200万紫银，既能保住多数人的命，仿佛又能补回修炼消耗，这买卖才做得长久。李修缘为何偷偷给你这么多？我和他有点交情，先用，别问。这份人情我记下了，
呆驴，给我灵液。你还活着？听你的语气，似乎很失望。师姐误会，我只是没想到你能从禁区出来。少装。可以给你灵液，但我要知道你从禁区拿到了什么。一件能让我们在异类天地中修炼的东西。口说无凭。去那座高坟后面，我把东西给你看。我去方便一下。师姐这次吃亏不小。禁区深处有异类功法，我取到一块刻有功法的金属片，代价是差点没能出来。异类功法与仙界法则不合，学来有什么用？在异类天地中，我们的仙法几乎无法施展。若学会这种功法，至少能恢复部分战力，以后再进其他禁地，也比旁人多一条命。这倒是值得冒险。可你认识上面的文字吗？本来认识，外出任务前，师尊封住了我关于外界文字的记忆，防止秘密落入别人手中。你找我是想借我的精神力破封印？不错。先发誓，危机没有解除前，不得丢下我独自逃走。你还真会顺势加价。我胆儿小，必须先买个安心。无论何种危机，我与乘风师弟共同进退。这样满意了？师姐一向讲义气，是我多虑。闭嘴，先给灵液。红色光团剑是封印，按我的引导，全力冲击。这么容易？跨界时的气息混进了精神力，不但破了封印，还把他关于异界文字的记忆复制到了我这里。等安全后，我再教你文字真解。师姐拿了灵液又拖延，不厚道。我不会食言，这块墨晶先给你补偿。异界文字已经到手，墨晶也拿了。表面上吃亏，实际上这买卖赚的不小。哼。别动，仙力刚稳，先好好调息。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把李修缘叫过来。好的，师姐。李师弟，你是潜月洞弟子，灵液由你掌握，你应优先照顾自家师门。哼，大小姐的意思是让我把剩余灵液交出来？不是白交，事后我会向母亲举荐你，让你进入内门，甚至担任外门管事。此处人多眼杂，大小姐若真有诚意，不如换个地方详谈。跟我来。全部灵液都在这里，大小姐先把举荐信物给我，我便上交。你一个外门弟子，还敢与我讲条件？没有信物，我无法相信。你敢违抗我？来人！有人抢夺灵液！来人！有人抢夺灵液！闭嘴！
来人啊！有人抢灵液了！有人抢夺灵液！来人啊！有人抢灵液了！快把灵液给我！救命啊！光天化日抢劫了！老铁们，他急了，他真的急了！那边是不是出事了？住手！怎么回事？姬大小姐把我带到偏僻处，许诺内面身份，让我把所有灵液交给钱月洞。我不答应，她便准备强取。胡说！我只是让她照顾本门弟子。那大小姐敢不敢以魂血起誓？从未要求我私下上交全部灵液。我们还在等保命份额，他却想把灵液全部拿走。若真只是照顾本门，为何要把人叫到无人处？都闭嘴！哼！没有凭空编造，只把他私下索要灵液的事实摆到众人面前。他过去留下的名声，才是压垮信任的关键。莫大人，灵液关系所有人的性命，还请您主持公道。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私下接触你，灵液也可以暂时交给本座保管。不可！灵液是李师弟找到的，他还给低境界弟子免费发放，交给别人谁能放心？谁想独占，我们便共同阻止。灵液暂由李修缘掌握，分配规则公开，账目当众记录，这样最稳妥。便依姚洞主所言，那丫头可不是好人啊！是啊，就她和慕容岩两个人，欺负咱们多少弟子？是啊，哎，慕容岩去哪儿了？盛会如此重要，慕容岩为何始终没有出现？那人最重名声，绝不会无缘无故缺席。禁区恰至在钱月洞，负责镇守的长老出事，慕容岩又失踪，这些事是否有关？没有证据，不要胡乱猜测。那便查，所有近日接触过禁区和藏书阁的人，都要说明行踪。他的境界也不对，数日前还是低阶仙境，如今竟已达到仙8巅峰，谁知道是否与禁区有关？你解释清楚。我与姚建元途中被时间漩涡卷入，外界逐个时辰，里面已经过去多年，我的修为便是在其中提升。我可以作证，我也是在漩涡中跨入真仙境。之前却有不少弟子见过那处漩涡。境界之事已经解释，没有证据，不得胡乱猜疑。仙8巅峰，他凭什么？凭什么？南宫洞主，我只是回答诸位的问题，若令大小姐不适，不是我的本意。程峰，你闹够了没有？我如实说明，何来闹事？南宫秀，你为什么要隐瞒禁区？还有你徒弟慕容岩到底去哪儿了？九华山之事自有朱家处理，莫长老无权在这里审判钱月洞。你以为搬出朱家，本座便会退让？此事由你们4洞自行处理，本座不再过问。哼，从此刻起，钱月洞之人不得踏入碧岩洞祖地范围。赤炼洞同样断绝往来。九命洞也是如此。来人，将本洞弟子李修缘带回。谁敢？门规不可违，他们若要抓我，便让他们抓。
你如今掌握灵液，岂能让他们随意带走？哼！程师兄，我敬佩你在危难中仍肯帮助旁人，剩余灵液全部赠给你，由你继续分配。分身可以舍弃，灵液必须转移到本体手中。只要袋子完成认主，钱月洞即便抓走李修缘也拿不到东西。程风，把储物袋交出来！他是碧岩洞核心弟子，谁敢动他？先问过本洞主。灵液关系我洞弟子性命，赤炼洞会保护程风。九命洞同样如此。第三洞主命令：洞城清浪，正城气，入城。诸位按各洞人数分配，先就低境界弟子。长老与洞主按需取用，不再收费。耶！哈哈哈！本座先替大家试试分量。他说的像替人试药，脚步却比谁都快。此前用了你的灵液，这柄仙剑算本座回礼。老夫也不能白拿，这株还魂草赠你。这瓶玉清丹算一份心意。法宝灵灰龟，免费分出去，看似少赚一轮，换来的却是人情、保护和更多资源。这比单卖灵液划算得多。娘，我难受，再坚持一下，娘会想办法。这死灵好是好啊，是。给我一些灵液，只要你救他，之前发生的事我可以全部放下，也会约束他不再针对你。早知今日，何必一次次纵容他？我承认是我没有管好他，可她是张三丰的亲生女儿。你想借三丰大哥对我的恩情骗我？我从未公开承认，是因为其中牵扯太多。今日为了救女儿，我没有必要再隐瞒。张三丰大哥在危难时护过我，若姬子灵真是他的女儿，我不能不给灵液。罢了，只要你真肯罢手，我会给他灵液。我发誓，从今以后。保护小姐！我已经准备救他，却还是晚了一步。他的结局不是我想看到的，但一路走到今天，也并非无缘无故。前面要撑不住了！祖地禁制撑不住了，碧岩洞弟子立即打开祖墓，所有人进入地下避难。不走，我不走！二大爷真让我们挖祖墓，先保住命。先祖若有灵，也不会让后辈留在外面等死。都让开！入口不能从正面挖，那里有禁制阵纹，从墓碑侧后方下出。程师弟，你这熟练程度让人有点不安。我以前是职业挖矿的，别贫嘴，动手！
到禁制了，姚师弟，你是先祖嫡系，需要以血脉开启。诸位退后。快了！依次进入，不要拥挤。那是李修缘，分身明明还在我的控制中，巨鸟背上的人若也是他，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巨鸟背上有人，身形很像李修缘。这种时候还发什么呆？先活下来，再查清楚。祖墓只能暂时挡住巨鸟，若诸位洞主落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师兄有什么办法？12绝仙剑阵，12名真仙合力，可以短暂融合战力。我们这里只有11名真仙，还差一个正位，真仙不够，仙8能不能凑数？你的剑体足够，但境界低了一些。境界还能靠阵法弥补，关键是血气运转，至少一息80转，否则承受不住阵力。若只看血气，我应该合格。多少？一息108转，比我还高1转。这事儿是程兄，你藏得够深。我136，孙师兄149，大师兄248。诸位师兄果然厉害，往后还请多多提携。都是自家兄弟，少来客套。我就礼貌一下，师兄别当真。最后一个正位由程师弟补上，姚师弟把阵法传给他。12绝仙剑阵十分复杂，也极耗精神力，学不会不要强撑。仙魂受损不是小事。放心，我最看重自己的小命。传吧。这么复杂的阵法，10天能入门吗？姚师兄当初也用了1整天。眼下禁制，未必能撑10天。安静，让他专心。程兄，你不会已经入门了吧？似乎不只是入门，阵位变化和合击路线，我已经全部推演完了。1个时辰，完整掌握。精神力稍微强一些，学得快也正常。你管这叫稍微？诸位，祖墓若破，便由我们先挡第一击。先说好，我战不是为了逞强，能挡便挡，挡不住立刻换路。这才是我认识的程兄。还能回应，分身没死，占了我的分身，还想连我一起吞？
李修言被他带进禁区了，还能救回来吗？不知道。先看外面，跟上来了！朱少主，本座受邀来九华山选人，却被你朱家控制的钱月洞拖入禁区，险些丧命。此事总该有个说法。若非三洞抢走我洞灵液，钱月洞也不会死伤如此惨重。灵液是李修缘私物，他愿意先救普通弟子，你们却想私下独占，怪得了谁？本座亲眼所见。李修缘公开分配，账目清楚。钱月洞吃相太难堪，莫要再颠倒黑白。李修缘不见了，那便把灵业得利最多的人叫来。谁是程峰？唉，新的麻烦又来了。在下便是。你煽动三洞抢夺钱月洞资源，间接害死数千弟子，可知罪？第一，灵液不是钱月洞资源；第二，谁先救人，谁想独占，10几万人都看见了；第三，我如今是碧岩洞核心弟子，也是玄阳仙府玉蝶选中之人。朱少主想审谁，先弄清我归谁管。不错，程峰乃我仙府选中之人，轮不到旁人随意定罪。玄阳仙府每10年从九华山挑几个资质普通之人，也值得拿来当保身符。资质普通，总比靠丹药硬顶出来的玄仙强。至少我们不怕别人提修炼过程。少主，此人是周太玄的干孙，直接杀他，只会坐使你恼羞成怒。家族那些人一直笑我靠丹药，但今日若退，笑话只会更大。姚建元，即便同境，我也能翻手镇压你。压制修为却保留玄仙之体，也叫同境。本少主隔空3招，便可让你跪下，何须碰你？既然你这么强，敢不敢不压境界，直接接我们12名剑修的阵？哼，12名真仙也敢挑战玄仙？你不是说大境之差如同鸿沟吗？12个人应该还不够你热身吧？少主不可轻敌，碧岩洞以剑阵闻名。住口！本少主若连12个真仙都不敢接，回去才真会被人笑死。你小子上哪里凑12名真仙？别告诉我你准备拉程峰送命！二大爷，你别拿旧眼光看人。程兄仙8巅峰，玄品剑体，血气108转，阵眼非他莫属。108转，不然我敢拿自己命开玩笑。这小子平日头硬，但真到生死关头并不糊涂。若程峰能扛住阵眼压力，此战未必没有机会。只需以阵破敌，不需逞强。阵眼一旦失衡，立即散阵。还差1人，碧岩洞不会准备拿仙8境凑数吧？他敢站进去，朱少主第一击就能把他震出阵。这是惊奇啊！真的，这对呀。既然都等着看我笑话，我不上去，岂不是让诸位白等？程师弟，你做阵眼，我们11人的力量都会压到你身上，若撑不住，立刻说。我惜命，不会硬撑。本少主只用5成功力，今日不把你们全部打废，算我输。双方自愿约战，外人不得干涉，点到为止。点到为止，他们主动挑衅，废了残了，怪不得本少主。猛将！天地剑道法则被引动了！阵成了！去！
借11人的先例那么简单，每个人的建议、速度、判断都在往我脑子里挤，精神力若弱一点，光这些念头就能把石海撑裂。阵眼归一，随你心动。程师弟，出剑。朱少主，5成功力恐怕不够啊！狂妄！暗灭掌！无声极路剑，破！真仙剑阵竟挡住了玄仙一掌，不只是挡住，朱少主在后退。不可能，12个低境剑修怎么能把力量叠到玄仙层次？少主，剑阵以成风为阵眼，杀阵眼，阵法自破。原来破绽在你。镜像神功，真假气息几乎一致，不能乱出剑。阵法消耗太大，拖下去我们先撑不住。找到他了。程师弟，一击之后无论成败，立即散阵。明白。再拖一息，我的剑体先撑不住。既然只能一剑，那就把命压在判断上。你的剑为什么能穿动镜像领域？因为你所有假身都在保护真身。镜龙护身。程兄，再撑半息，把体内最后一股剑元。116转，给我开！我输了。怎么样？过瘾是过瘾，下次你再临时拉我打玄仙，我先把你打一顿。还能骂人，嘎不了。12真仙败玄仙，碧岩洞这剑阵真够邪门。阵法厉害，阵眼更厉害。换个仙8进去，早被剑道法则撑爆了。若不是他，紫菱不会死。如今他越耀眼，我心里这口恨越压不住。靠阵法叠加战力，与服药拔境有什么区别？终究不是自身本事。你若不服，也研究一套能败玄仙的阵法。这有何难？我自有破解阵法。给尔等10年时间，到期决一死战。何必等10年？1个月后，
站台见。可以，但你我打了20年仍分不出高下，再加一人，2对2。你想带谁？你带他，我带一名仙期弟子，免得你说我欺负人。一边做梦去。哼，你可以不应，以后见到我绕路便是。一群靠旁门左道取巧的鼠辈，也配谈胜负？有本事硬打同辈之战！你刚被旁门左道打的吐着血说话，还是先顾好自己。够了，此次禁区异变，各方损失惨重，继续争执只会引发更大冲突。既然双方都不服，不如用一场约战彻底了结。朱少主，若要以约战解决，本座与你约法3章。你讲。第一，外人不得干预，输方承担禁区事件责任。第二，输方赔5万墨晶，并割让1半争议地盘。第三，参与比斗的先府候选弟子，无论输负，事后不得遭到报复。程兄，你的眼睛比剑光还亮。闭嘴！5万墨晶而已，我是在衡量风险。赌注太大，一旦落败，3栋积蓄都会伤筋动骨。真与朱家开战，损失只会更大。若输了，墨晶3家共担。此事本就与3栋有关，我同意约战。禁区因你失手，1个月后的比斗若再输掉地盘，新账旧账一起算。若输了，我自会给朱家交代。你的命值不了1半地盘，最好让风无缺准备充分。程峰，我不逼你和钱月洞约战，但你若参战并赢下这场比斗，5万墨晶全部归你。5万墨晶，按我以前挖矿的工钱，不吃不喝也得挖几千万年。害怕是正常的，命比资源重要。你不愿意，我另想办法。公开比斗有古诀在，有墨雾坐镇，还有5万墨晶，值得赌。我应战，但约定必须写清楚，战后任何势力不以任何理由追究我。本洞主替你保证，除了3条约定，不设其他规矩。上了战台，生死各安天命，敢不敢？我应。我也应。1个月后，我会让你明白，阵法给你的威风不属于你自己。1个月后，你最好把这句话记牢。1个月后，别又说我藏境界、藏功法、藏底牌。各方以混血玉立誓，赌约立成。1个月后，古诀与程峰对战风无缺及钱月洞另一名弟子，输方赔偿5万墨晶，并割让地盘。战后恩怨不得延续。劫后余生，又赢了玄仙，今晚不跟程师弟喝一场，说不过去。不喝，程师弟立即闭关，1个月能强1分，便多1分胜算。大师兄，你把人生过得也太没意思了。等打赢，酒窖随你办。大师兄说的对，5万墨晶不，洞府荣辱在肩，吾辈义不容辞。前半句才是真心话吧？你再拆台，5万墨晶一粒也不借你。我先带程峰去修炼了，你们加油。喝酒去。1个月内无人打扰，你需要什么资源，直接传信。多谢大师兄。
正常修炼1个月，提升有限。可我在下界有灵泉，有时间差，还有2个世界的资源。风无缺以为我还是今日的仙巴，那便让他继续这么以为。唉，修炼1年，终于突破了，也该回去了。你怎么变成极品无垢剑体了？居然比我二大爷还高一级！你的体质没变化。我该变化什么？时间漩涡里有一股特殊气息留在我体内，后来慢慢改造了剑体。我还以为你也一样。时空漩涡本就神秘，什么都可能发生。你小子运气真好。暂时保密。放心，我也有秘密，我其实特殊剑体。真的？反正比选品强一点，具体细节不便透露。这货8成又在吹啊！走，哥带你整点好东西去。惊涛剑诀适合正面攻杀，但风无缺见过你打架，要想赢，必须有他没见过的杀招。这里最阴、最快、最难防的功法是哪一步？33层有一部仙魂剑，直接攻仙魂，出手无形。就选这个吧。呆驴，来碧岩洞外，我有事。他从禁区逃出来后一直不见人，如今主动找我，多半不是好事。姚师兄，师弟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办，先行告退了。莫长老，承风有礼了。这是天罡印，可释放3次真仙巅峰级防御，只借你用，战后归还。3次太少，有没有能一直防的？你当仙宝是路边石头，约战限制法宝品级，给你更强的，对面也会拿更强的，最后比的就不是人，是谁家底厚。总之，你爱要不要？要。那快速补充仙力的丹药呢？没有。修行之人应直面困难。说的这么正气，翻译过来就是丹药太贵，舍不得给。还不谢过莫长老？多谢莫长老借宝。1个月后，你必须跟本座回仙府。手销与道侣生产的谎话已经查清，再敢编，本座把你们2个捆走。明白。我早说那个借口撑不了多久。你还有脸说？滚去给你父母扫墓！哼！你走路是按乌龟速度算的吗？师姐，求人态度应该好些。谁求你了？给我跪下！你对我做了什么？偷偷对他用了一下分身印记，没想到居然有效果。开个玩笑，师姐最近修炼不稳，腿软怪我。不能让他发现精神力能影响我，否则这呆鱼一定得寸进尺。别废话，我大师兄要来见你。你师兄找我做什么？取走禁区金属片，带你回紫云圣窟。带我回去？你们请人都不问本人意见，所以我才提前告诉你。他来了，站我身后。小师妹，
许久不见，你身边多了个白净小玩意儿。大师兄，他叫程风，与我有合作。3件事，禁区之物交出来，你去玄阳仙府执行新任务。至于这小子，跟我回圣窟。老人家强行带人走不合规矩吧？哼，魔门办事讲过规矩。要带他走，出示师尊手令。师妹，私解封印、私藏功法，长期不归，哪一条都够治你的罪。别为了一个男人误了自己。他身上有大量我们所需功法，还会随候选人进入玄阳仙府，留我身边价值更大。价值由师尊判断，不由你。天仙气息被他封着，感应不到深浅。真动手，重力未必挡得住，只能赌他不敢随意杀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鬼爷，你说的神功是血魔心经残篇？哼，你知道的不少。残篇而已。你若真想要，改日让家师传你完整法门。拿一个虚无缥缈的师尊吓我？你可以试试，只是有些代价，一旦付出便收不回来。这小子识海深处，竟有一股我看不透的气息。师尊命令中还特意用了请字，绝对不能真杀他。胆量不错。回去告诉你师尊，莫要耽误逐风之事。逐风，他胡乱写2个字，也能把大师兄吓住。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反正气势先顶住，真不行再跨界。年轻人有话好说，小师妹留你在身边，确实更方便办事。不带我回去了？方才只是试探，你气度不凡，老鬼欣赏得很。往后遇到麻烦，直接报我名号。大师兄，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师妹，你的新任务是进入仙府，至于程公子，定要帮我照顾好他。称呼都变了，看来逐风2字背后真有我不知道的分量。你到底是谁？仙界矿工，前月洞前挑粪工，现碧岩洞核心弟子，简历很清楚。哼，少装！大师兄喜怒无常，连门中长老都不放在眼里，却被你2个字吓得改口。逐风是谁？家师旧友，其余不便多言。你连家师是谁都编不圆，还旧友？唉。没有，不信算了。师尊亲自降下意念，命我保护这小子，还不许暴露。逐风究竟牵涉什么？连师尊都如此忌惮。说正事，你1个月后与风无缺上战台，对方经验远胜于你，很难活下来。请师姐指教。记住3个字：快、准、狠。抓到破绽时，别犹豫，别想着留底牌，先让对方失去还手能力。正面对战怎么找破绽？示敌以弱，让他以为你怕了、伤了、撑不住了，他越急着收场，越容易把真正的弱点露出来。这招对谁都有效。哼，对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没用，对朱敏、风无缺这种长期有人替他们兜底的人，效果最好。临战突破，加上示敌以弱，再配合仙魂剑，胜算确实能再提高一层。还有，别把希望全放在古绝身上。2对2的战场，只要对方拼着受伤强杀你，古绝未必救得及。所以我要先练能直接攻击仙魂的剑诀。你是说仙魂剑？这功法门槛极高，精神力与境界的比例不足，修100年也未必入门。我精神力还行。自己小心。魂剑出鞘时稍有差错，会先撕裂自己的仙魂，